民進黨拿政府預算到處去游說 ，Marco Rubio 定期會來台灣收集情報，結果他被愚弄錯誤的消息，鄭麗文不見他，寫了一個經典名言 ：A foolish PPP source， 愚蠢的民進黨游說的時候效果就大打折扣。所以鄭麗文去華府有史以來最多人9個1對1會見。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在華府拜會2天就拜會了9個國會議員。我們在國會山莊拜會了9位國會議員，包括了財政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外交委員會很多資深的國會議員。我在這邊為什麼要講這一段的原因，是因為我要特別感謝，也是在我們華府的老朋友，就是我們的袁健生大使。謝謝袁大使的老朋友。袁健生非常重要的。鄭麗文去華府之前，有在美親藍的學者反覆的批評鄭麗文惹怒華府官員。因為立場問題，他沒有找一個美國通，真正懂美國的人，反覆說，散播這樣的觀點，而且這個是親藍的學者，因為親綠的學者其實打這個沒有用。民進黨把一個上古神獸挖了出來，以前以爆料馬家兩家秘辛的叫做鄭佩芬83歲，講話都不利索，然後給挖出來，就為了要詆毀鄭麗文這一趟美國行見不到什麼大咖。可是問題有袁健生在，怎麼可能見不到大咖？去大陸之前，健生才剛剛從美國趕回台灣，當天趕回台灣，隔天啟程去大陸，這所有的名單都是大陸事前審過，所以這個人的身份非常特殊。就一直有人在惡意放話，說鄭麗文不受美國待見，把古立原的話奉着軍科玉立。但大家都知道古立原現在是代職查辦，鄭麗文要去大陸都不知道，去了要見習近平也不知道，人都到上海了還在打電話。然後當時袁健生大使就在旁邊，聽到電話的時候，他整個下巴掉下來。做美國工作幾十年，沒看過這麼爛的美國官員，人都到上海了，行程寫的最後到北京，還在問鄭麗文說：“啊，你有沒有去見習近平？”回來之後，古立原趕快來見。作為一個外交官太多情緒是很丟臉的事情。結果呢，鄭麗文要去美國，他又發神經，釐清共產黨又在抹紅鄭麗文。有一群人就跟着望風起舞，不是民進黨而已是來自在美國親藍的學者，就附和這個論點，一直攻擊鄭麗文看不到什麼高手，看不到什麼重要人物，並且說他這一次訪談的行程裡面沒有一個對美專家。袁健生是特別從美國回台灣，再從台灣去大陸，再陪着鄭麗文，再從台灣去美國。袁健生大使很長時間都在美國智庫做工作，還有秦日新大使，這也是以前國民黨駐美代表，都是非常優秀的外交。不要說標榜講實話，就有在講謊話，在帶風向。國民黨的守舊勢力非常頑強，而利用他們過去積累的權勢權威來欺凌經過半民選黨員投票選上的黨主席。所以這一趟鄭麗文也再次證明了自己能戰、敢戰、善戰的價值。除了袁大使之外，剛剛起來代表講話的是我們駐美代表處的秦日新大使，在國民黨在野最艱辛、沒有資源，而且來自於綠營排山倒海的在這邊全面的圍堵國民黨的時候，他一個人在這裡孤軍奮鬥。但我知道他不是孤軍，因為有各位熱愛中華民國的朋友陪伴他。再次掌聲感謝我們的秦日新代表。來自很多全面性的阻撓，也有人專門在國會山莊不斷的游說國會議員，千萬不要見鄭麗文。我們這一次，我剛剛說了，這2天見了很多資深的國會議員、參議員、眾議員，果然就有國會議員見到我的時候，親口告訴我說，有人不斷的來游說，說千萬不可以見鄭麗文。不止一個國會議員這樣的告訴我，所以他們把我當洪水猛獸一樣。但是我還是很感謝美國的國會議員，他們長期的支持中華民國，支持台灣，在這麼多人惡意的重傷、抹黑、造謠，他們還是願意跟麗文面對面交換所有重要的意見跟交流。所以在這邊我也跟大家來分享，即便在這樣的重重阻撓之下，民進黨全面的圍堵、重傷、破壞，甚至於我看今天的新聞還說麗文激怒了美國政府，因為麗文來到美國之後，就不斷的在回答各方的議題的時候，解釋國民黨軍購的立場，是因為第一個，民進黨的方案跟條例完全空白，黑箱作業。所以作為一個民主的國會，我們不可能空白授權。因為麗文說民進黨沒有信用，我們沒辦法相信他。因為麗文說民進黨貪腐的名聲真的是吃相難看，所以我們害怕貪腐，因此我們沒辦法通過民進党所提出來的一个巨額空白支票的特別軍購預算法案。所以麗文激怒了美國政府，我覺得麗文激怒的應該是民進黨政府吧。民進黨開始不斷的造謠，在台灣不斷的破壞
緊張啊。從立文在選黨主席的時候，他們就說不可能啊，選不上。可是最後我以過半壓倒性的票數贏得了國民黨黨員的支持。可以看到民進黨國家機器的力量哦，他拿政府預算去搞你哦，到處去遊說。但是可笑啊，因為 Marco Rubio 會來台灣收集情報，結果他不是被愚弄說給了一個錯誤的消息，鄭麗文不見他嘛，當下有點生氣嘛。結果後來他知道之後，他更生氣，所以他寫了一個經典名言 ：A foolish DPP source， 愚蠢的民進黨來源。這件事情在華府已經傳開了，所以民進黨這一群 foolish DPP。愚蠢的民進黨去游說的時候，效果就大打折扣。所以這次創有史以來最多人的一次，9個，而且1對1會見，深刻的去談問題啊。我當選了以後，他們又說藍白合不可能。你看看2024年多麼淒慘的一個經驗，鄭麗文不可能促成藍白合。結果我在最短的時間之內，就跟民眾黨的黃國昌主席非常順利的推動了藍白合，一直到今天。包括柯文哲被放出來之後，他們也都每天都在做文章。好啦，接下來他们又說，如果要去見的話，鄭麗文一定要答應接受1國2制，鄭麗文一定要答應反對所有的對美軍購。然後你看那個自由時報，每天每個禮拜一直寫說我什麼時候就要去了，寫一大堆故事。最後自由時報變成了笑話，因為他沒有寫一個是對的。我就講了，很簡單，只要接受9·2共識，拒絕台獨，兩岸立刻就可以對話，立刻就可以溝通，立刻就可以開始締造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馬英九8年是如此，現在也是如此。事實證明，我順利的到中國大陸訪問，在政協會的過程當中，的確沒有去談到1國2制，沒有去談到對美軍購。我們看到了對方的誠意，我們看到了對方的善意，因為兩岸不能再自相殘殺，我們要結束過去歷史的悲劇，不再重演。結果政協會也太順利啦！所有人的想象跟期待，民進黨破防，民進黨崩潰，不知道該怎麼樣才好。誰不可能去美國？賴上去不了美國。民進黨最崩潰就這樣，寫了一大堆，全部錯，告他們自由時報基本上完蛋。現在司法又掌握在民進黨手上，遇到一個支持你的法官，並不是那麼容易嘛，所以這肆無忌憚。那 NCC 也不審，所以自由時報可以天天造謠，天天出，把自己弄得比鏡週刊還 low。更好笑的事情是，到現在賴清德連去帛琉都去不了，過境不了美國本土，很崩潰啊！所以這些人得圍繞着一直說鄭麗文去不了，每天給萊爾安利，校長安利，是誰可以到美國本土去過境？絕對是賴清德啊！但是呢，我們還在安排。大家好，這裡是歷史哥李修，歷史哥7週年台慶見面會在7月4號禮拜六下午5點45入場，晚上8點半開始，1年1度就等你來相見。我們這一次特別要送給前100位報名的同學7週年限定版飲料紀念杯帶，只要刷我們的官方 LINE@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微信。如果相關資訊你找不到，也可以到歷史哥的臉書或各大社群找到報名方案。7週年台慶見面會就等你來了。那個學者不可能見鄭麗文，鄭麗文見不到。他們在講，譬如說 Graham Allison 提出休息體的陷阱。Graham Allison 見鄭麗文這件事情，這個是讓民進黨懂美國的人大為震動，非常震撼。Graham Allison 真正的天頂星級的學者，他的徒子徒孫啊，遍布啊整個美國對華工作，很多對華鷹派都是他的徒子徒孫啊，因為他是美國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創辦人啊，很多政府官員去進修啊，美國的產官學界，他是一個不斷輪動的旋轉門。你看季辛吉既是一個大學者，他同時是國務卿啊，他不幹國務卿之後跑去智庫，跑回學界，他每天講話還是一大堆人去跟他請益啊。季辛吉真的幹國務卿的時間並不長啊，但他影響美國如此深遠，這就是美國產官學界它很複雜的一面。他在行具政策的時候，它很複雜。美國的學界對於美國的政界啊，其實就是同一套人站在不同位置講話而已。但他們有專門的政客，那個絕對是有。Graham Allison 他願意修正他的態度，他講了一個很委婉的話，他說他本來是很悲觀的，講白就是他在唱衰中美關係嘛，就是他在提倡中美會打仗嘛。但他說他很悲觀，但他其實提出這個休息底的人初衷是希望中美不要打仗啊。這時候阿里森跑來跟鄭麗文聊天，還是開專場聊天，代表阿里森在改變態度啊。他見誰本身就是意義，見完之後還認真聽取內容，還認真交流。然後還有像 Hoover Institute 胡佛學院，那是美國對華最重要的人才培訓機構之一，裡面一大堆中國通啊，講的都是中文。那一場前面講英文啊，後面一堆人為了要急着跟鄭麗文交流，開始講中文了。以前是國民黨主席要去講英文呢，但為什麼是學者着急啊？因為時間不夠，有12個學者輪流要問他。知名的哈佛教授，我跟大家報告，我本來沒有要去 Boston 的，我的行程本来沒有排 Boston， 但是因為麻省理工學院 MIT 的重要的教授黃雅生，是因為哈
佛的重要教授 Graham Allison 熱情的邀請，所以我認為2大世界頂尖大學的邀請，我才把 Boston 的行程排進去。所以是在川習會之前就受到了 MIT 跟哈佛大學教授的邀請，不是說因為你看這麼巧，沒有想到川習會習近平總書記開宗明義就把修習底德的陷阱拿出來用，還有結果 Graham Allison 又變成全世界媒體的焦點啊，民進黨又破防了，又說鄭麗文見不到他，可是明明就是他邀請我去的呀。在 Kennedy School 這麼多人出席，因為美國已經放暑假了，他們本來以為學生跑光光了，沒有人會來，結果這麼多的學者、專家、學生都來了。非常熱烈的討論，非常大的收穫。我跟 Allison 教授也有很多，不只是在現場的交換意見，還有現場結束之後，還有很長時間的交換意見。到 MIT 我也非常的感動，這麼多重量級的教授，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包括他們的前校長，麗文在跟他們交流的時候，受到了他們的鼓舞，受到了他們對於麗文想要促進的合理很大的關注。所以到了紐約，還有黎安友非常著名的中國通教授，去年12月就到台北來看我，去年12月他就邀請我到哥大演講，他還一直千叮嚀萬叮嚀說你太晚來，學生就跑光光了，就放暑假了。可是沒辦法，我只能6月初的時候來。結果那一天去，他就說，哎呦，我沒有想到來這麼多人啊，我準備的房間呢差點坐不下了，大爆滿，進黨又破防了。到 Asia Society 本來在台灣的時候，他們說要辦一場大場的，因為太多人要來，所以他們預計要辦一場80人大場。到那一天是出席了300人。所以什麼叫時代的大潮？ Time and tide wait for no man， 循環往復，很快就改變很多事情。所以這個是全球的大潮，它這個轉彎非常的劇烈。沒有人反對我，但是他們擔心的是，這麼美好的願景真的做得到嗎？鄭麗文主席，你知不知道有多困難？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危險？你知不知道有多少的挑戰？我當然知道，在台灣的我不可能不知道。不只是來自對岸，還有台灣內部。台灣內部現在是什麼樣子？我比各位更加深刻的體會。嚴重的政黨惡鬥、內耗、空轉，民進黨無所不用其極的要來破壞、要來團滅在野黨。民進黨動用司法、動用媒體、動用網軍，台灣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內部撕裂，從頭到尾用仇恨、用謊言來維護他搖搖欲墜的政權。因為民進黨的政權是建立在謊言之上，不堪一擊。這就是鄭麗文的威力啊！他是敢直刺民進黨，敢直接舔着民進黨的嘴，舔着民進党的鼻子罵。因為民進党就是個說謊的政黨，除了說一次謊，就說更多的謊，更多謊，再更多的謊。麗文如果到美國的話，國會議員都不要見他。我想說，怎麼可能呢？美國不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嗎？為什麼國會議員要這麼怕我呢？哦，原來他們已經發動了所有的力量，在國會不斷的造謠，不斷的游說。這裡面唱衰的還不只是綠營呢，現在那些號稱藍營的人出來唱衰之後，現在被打臉了，不知道接下來作何感想？要不要轉彎一下？國民黨會被淘汰是有原因。為什麼國民黨那老一派的會不行？因為他們那裡面真的有很多人固執、拘泥、守舊，堅持不面對時代的潮流。21世紀，特別是進入了21世紀的第2個25年，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全面展開。然後美國自己在寸量要不要再次偉大當中，是不是跟中國合作來自救的過程？這就是這整個脈絡就長這樣，這就是全球大事。所以所謂的 G2， 什麼中國不承認更不重要，因為北京不會去用這個框架框自己。但事實上就是第2個 second quarter 就是一個中美關係下的全球問題。然後這裡面呢，中美之間此消彼長。到美國國會議員不要見我，但是我從來都不在意。我也跟大家刚剛報告過了，2天這麼短的時間之內，還好我的腿長，還好我們的團隊體力非常好，我們真的見了9位國會議員。所以啊，民進黨希望兩岸的隔絕、對立、仇恨，讓他們可以繼續的靠反中、抗中來動員他的選票，但是不惜兩岸兵凶戰危，不惜兩岸一戰，只是為了民進黨的謊言，只是為了民进党的政權而已嗎？台灣人民沒有這麼的愚蠢，大家所擔心的年輕選民也早就認清了民進黨的真面目，所以他們怕了。尤其我證明給大家看，不需要妥協，不需要投降，我們可以抬頭挺胸、充滿自信的跟習近平總書記坐下來對談交流，和平的兩岸關係絕對可行。所以民進黨怕了。更糟糕的是，麗文去了沒多久，5月15號，川普總統居然也去了，這下子可慘了。本來鄭麗文站在習近平旁邊，我叫做中共同路人，我叫做習近平馬前卒。這下子才1個月的時間，川普總統也站在習近平旁邊了，同樣一個場地，同樣一個地方，難道川普總統也是中共同路人嗎？難道川普總統也是習近平的馬前卒？
攻自破。其實我非常的感激這樣子新的發展。大家好，這裡是歷史哥李修，歷史哥7周年台慶見面會在7月4號禮拜六下午5點45入場，晚上8點半開始，一年一度就等你來相見。我們這一次特別要送給前100位報名的同學7周年限定版飲料紀念背帶，只要刷我們的官方 LINE@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如果相關資訊你找不到，也可以到歷史哥的臉書或各大社群找到報名方案。7周年台慶見面會就等你來了。當川普總統做出這樣子的一個努力，而且結束之後，9月份邀請了習近平總書記夫妻回訪美國，年底的 APEC 他們2位還要再見面，在後面 G20 他們2個還要再見面。今年一整，他們奠定了一個主軸，就是美中希望透過和解跟對話，化解可能的衝突，締造可能的合作，在很多的領域上面，尤其來自於川普總統的保證，說他的任內不會讓台海發生衝突，大家心就又安了。川普總統說他不希望台灣走向獨立，民進黨又破了。只要抹鄭麗文是習近平的馬前卒，是中共同仁，然後把鄭麗文跟習近平貼出來的，我們想怎麼反擊？太簡單了，川普跟習近平擺在一起，把兩張照片也並列出來，他們說這樣是中共同路人，下面附上一個賴清德他們去跪史瓦蒂尼，或者是去看恐龍，這就是他們的抗中保台，每天破防。為什麼還有人看不懂天下大事？我真的不了解啊。他又說，如果不負責任的台獨主張所引爆的不需要的戰爭，美國軍人不會越過9500英里出兵來加入這場戰爭。明確的態度告訴主張台獨兩國論的民進黨，不要玩火，不要不負責任的把美國捲入而爆發可能的第3次世界大戰，陷全人類於不義。這麼清楚的訊息，民進黨難道聽不懂嗎？當然不希望只是國共之間的交流跟和談，我當然希望這是全台灣的共識。所以賴清德一直很想跟習近平喝珍珠奶茶，那很簡單嘛，你就下架你的台獨黨綱不就結了嗎？既然陳水扁、蔡英文到賴清德，所有民進黨執政的總統，陳水扁8年，蔡英文更是8年完全執政，都說台獨不可變。賴清德這個台獨的政治工作者，這位台獨金光閃閃的金孫，看的是金光版，不是金孫。你都說台獨議題不存在，那既然不存在，你還擺着一個台獨黨綱騙誰呢？下架台獨黨綱，兩岸邁向和平，接受合乎中華民國憲法的9·2共識，有這麼難嗎？我說所有的國民黨黨公子啊，就遇到民進黨人，只要講一件事就好了啊。什麼時候下架台獨黨綱？什麼時候下架你們黨綱第1條台獨黨綱？又破防了，因為殺人還要誅心，還得是民進黨出身的鄭麗文才有辦法對付民進黨這群人。國民黨出身的人是打不了民進黨這些，尤其是國民黨裡面的人。我自己不是黨員，但我看不下去。貶低鄭麗文就是貶低你們自己，打臉鄭麗文就是在打臉你們自己，而且鄭麗文不會受傷，你們自己會受傷的更重。一個魯莽的、不負責任的、用政治狂賭把兩岸推向戰爭的賴清德政府，才是最不負責任的政府，才是一個真正區域和平的麻煩製造者，打擊、詆毀、造謠。我看到現場這麼多的僑胞，還是衷心的期待，毫無保留的支持戰爭與和平。多數的台灣人民要選擇什麼？和平帶來的巨大的紅利，跟戰爭帶來的永遠的毀滅。台灣人民要選擇什麼？國民黨非常的負責任，我們所有的路線跟主張一定要通過民意的檢驗。年底的選舉，28年的大選，有了民意的授權，我們才能夠全方位的在國民黨執政之後，代表台灣的官方跟對岸進行全面的交流，開放兩岸的政策，讓兩岸關係正常化，讓兩岸關係和解，建立區域的和平穩定，不讓美國冒着被捲入戰爭的風險，不讓美國的軍人子弟無端的犧牲他們的性命，讓我們消滅任何人類互相殘殺的可能。我相信全世界華人團結起來，我們一定做得到，我們一定可以改變這個世界。謝謝大家，我相信在現在科技的進步、知識的普及，還有現在人類繁榮的狀態，這個理想不再是像1000年之前的遙遠。當李運大同篇提出來的時候，它就已經列進了我們中華民族的 DNA。我們是一個博愛的民族，我們將帶來人類的和平跟福祉，這是我們對這個世界最莊嚴的承諾。謝謝大家，謝謝。他又講出一些新的東西了，中華民族
寫在《禮運大同篇》的博愛精神，要創造世界的和平與繁榮，這是我們對這個世界最莊嚴的承諾。《禮運大同篇》啊，博愛就是孫文這輩子最愛寫的2個字。孫文這輩子最愛寫的有6個字，一個是博愛，一個是天下為公。但是熱情的火這被點燃，這就是習近平所提倡的人類世界命運共同體、全球治理倡議，都是一樣的。全世界的任何的角落都會記得自己的祖先給自己最寶貴的資產，就是那5000年的智慧。